都说换塔的剧情烧脑，那你知道究竟有多烧吗？在最新的《狗网》剧情中，主角在最后关头醒悟，发现最大的敌人居然一直在自己身边。修士死了，皮平死了，只有我护送的卡尔帕平安抵达控制中心，看上去一切都很顺利，所以才有问题，不是吗？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这段剧情，小峰从内测到公测看了不下10遍，一直有一个疑问萦绕在心头，那就是为什么反派要跟着主角一起行动？从结果上来看，反派卡尔帕的目的是为了到达格索托斯智能城底部，获取完美授权者源码，比如被隐藏在这个世界的完美授权者源码。50年了，我们等得太久了。授权者认证通过，完美授权者源码验证实档，授权者已锁定。当然，从这个目的上来看，跟着自杀小队行动岂不是更快吗？而且还有一件离谱的事情，自杀小队为了抵达智能城最下层，绑架了968号授权者皮平，因为只有授权者的红魔认证才能打开最后的大门。可是明明卡尔帕就是授权者，他完全可以帮助自杀小队打开大门，就像帮助主角打开大门一样。这种违和感就像明明卡尔帕与自杀小队是一伙的，两者却像不相识一样。要想揭开这背后的真相，我们就得知道剧情中那个被杀的人究竟是谁。剧情一开始，我们便得知联邦正在剿灭蓝色星球组织，但最后的自杀小队在内鬼的帮助下成功占领了智能城，并且绑架了要发动回溯的968号授权者皮平。内鬼我们也是知道的，就是蓝色星球组织名单中的智者，他是智能城科学家，女，40岁左右。因为皮平被绑架了，考虑到皮平有可能被杀，为了成功发动第2次回溯，于是找到了替补授权者304号卡尔帕随行。他自称是联邦的文员，可以浏览很多机密档案文件。就这样，众人到达了智能城。此时智能城已经沦陷，原来智能城一直依靠大量机器人防卫，在自杀小队占领智能城后，所有的守卫力量都成了对方的战力，所以只能由主角团驾驶机甲边战斗边推进。刚巧遇到了被自杀小队关起来的研究员，正是他们把自杀小队带了进来。在这里的电脑上，我们得到了关于入侵者的2条线索。第一条是他们毁了授权者的名单，他们既然毁掉了授权者的名单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第2条是他们在查询完美授权者的相关信息。完美授权者搜索结果为空。根据联邦提供的消息，蓝色星球占领智能城的目的是为了停止全球换塔的运行，从而让艾达星彻底远离元能。如果仅仅是停下换塔，根本不需要完美授权者去操作，所以这里的查询是伏笔。主角团意识到情况不妙，加快了脚步，来到了智能城第2层。这里的通道大门被关上了，为了打开门，我们在恢复的帮助下恢复了防卫队长公卡的使用权限，但只能是临时使用。为了摆脱这种困境，灰狐提议要夺回智能城。为此，主角团在进入核心层的控制室后开始分头行动。卡尔帕主动提出要去一边的房间，克劳迪亚随行保护他，主角灰狐诺拉则去了另一边的房间。主角这边一无所获，随后遭到了自杀小队的埋伏。正当主角轻松解决敌人后，隔壁房间传来了卡尔帕的尖叫，原来他是为了自卫，用了克劳迪亚给他的枪将敌人杀死了。死者有着以下信息：身上穿着常见的铠甲的研究服，前胸中弹，说明确实是卡尔帕开枪所杀。旁边有着 T5抑制器的论文稿件，时间是2663年6月26日。早在公元2061年，海加德就出现了 T3抑制器的研究，所以这里的论文很合理。关于 T5抑制器的资料，同样在反派弑神者的会议桌上出现过。然后是手边有对讲机和一张门卡，这张门卡可以让我们打开后面的大门。最后一条是脸上有血迹，但不难分辨模样，说明是真人非易容，不存在替身的可能。正当这时，对讲机中传来的声音：人类在大灾变前已经研发出了 T5抑制器。难道我上次的图纸不是修士从隔网外带进来的？修士大人，我们已经抵达3层门口了。也是这里的通讯让众人认为死者是修士，不过主角是保持怀疑的，因为主角一直以为修士就是从现实进来的授权者，而修士曾经给艾罗特邮寄过抑制器，主角认为这很可能是从现实带进来的。但是从死者手边的抑制器报告来看，抑制器显然是这个时代的产物，这里就隐晦的暗示死者并不是来自于现实的授权者。但先不要着急，好戏还未开场。灰狐在这里找到了服务器，准备靠此夺回智能城的控制权。诺拉大姐头则留下来保护他，剩下的人继续前进。主角用刚捡到的门卡打开了后面的大门，发现了地上的血迹，随即找到了受伤的皮平。皮平提供了2条关键信息：第一条，刚开始的时候，自杀小队都在寻找完美授权的源码，后来接到修士消息后，才前往底层准备关闭全球换塔。你先和我们说说，蓝色星球那群人究竟对你做了什么？他们来智能城究竟想干嘛？他们想要找到完美授权者的钥匙，但我从来没听过这东西，也没听过世界上有完美授权者。
他们绑架我，让我带他们找到钥匙，可我根本不知道。后来，一个叫修士的人发令，让他们先去控制中心，停止全球幻塔的运行。第二条，绑架的人中没有修士，他在通讯中听过修士的声音。没有授权者的虹膜认证，就算用最厉害的炸弹，也打不开控制层的大门。我遇到的是5个人，那个修士，我只从对讲机里听到过他的声音，是一个听上去很冷静的男人。我们都知道，自杀小队是在前日晚上就入侵了智能城。如果仅仅是关闭全球幻塔，应该早就已经成功了。但直到主角前来，他们都没有行动，而是一直在寻找完美授权者的线索。这说明自杀小队的首要目的是寻找完美授权者。当自杀小队准备前往底层关闭幻塔时，皮平戳瞎了自己的眼睛。没有授权者的虹膜认证，就无法打开最后一道门，所以自杀小队才会放弃皮平，在控制室埋伏主角，这让一切都成为了一个完美的闭环。主角团也没有再怀疑，在卡尔帕的有意提醒下，我们知道了皮平被喂下毒药。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，主角下令让克劳迪亚护送他离开，这样只剩主角和卡尔帕2人继续前进。在抵达底层后，发现最后的大门果然没有打开，而自杀小队剩下的人已经变为异化人，在机甲的强大火力下，很快清除了威胁，由卡尔帕打开最后大门。可能有人会问，为什么不是主角开的？因为主角是授权者，是从上帝视角知道的，隔网的人并不知道，不然也没有卡尔帕什么事情了。而且大门的虹膜认证是针对数据库已有的授权者，主角现在用的身体是海加德研究员的，有没有数据都是个问题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卡尔帕是完全有能力带着自杀小队进来的，但他却没有跟着一起行动，甚至还背刺了整个小队。终于抵达格索托兹的所在，发动第2次时空回溯已经水到渠成。发动回溯必须要有裂空，于是主角借口要去找朋友，让卡尔帕先等1个小时。这时候卡尔帕展现了企图，只要卡尔帕抵达控制中心，就可以随时启动回溯。可如果回溯成功，裂空该怎么办？安托利亚也说过，裂空是重塑现实计划的关键，得在卡尔帕启动回溯前，先弄清楚裂空的状况才行。卡尔帕，我的任务是护送你来到这里，完成重塑计划，只能靠你自己。那你呢？你就不管我了？我还有个朋友在等我，这里的异常也可能和他的遭遇有关，我们还不清楚这里的异常会不会对重塑计划造成影响，所以我必须先去确认他的情况。在我搞清楚一切前，你先待在控制中心等我，不要轻举妄动。我不能和你一起吗？他来此的任务便是发动第2次回溯，但在最关键的时候，他还想和主角一起去见所谓的朋友，这同样加深了对他的怀疑。主角拒绝了。等离开后，先后收到了来自现实世界帕罗蒂的通讯和隔网灰狐的通讯。主角推测出底层世界正在吞噬隔网世界，现在智能城的底部已经处于融合状态。关键是灰狐的通讯，他带来了格索托斯的提醒。格索托斯也让我给你带句话，别忘了你是谁。这句提醒让主角醍醐灌顶，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敌人是来自于现实的授权者，而不是隔网内的人。那么现在最大的威胁就是卡尔帕。果然，赶到控制台时，卡尔帕正在操控格索托斯。此时他已经不再掩饰，承认自己就是来自于现实的授权者，目的便是成为完美授权者。到此，自杀小队的前期目的就明白了，他们会寻找完美授权者的线索是来自于卡尔帕的指示。但问题也来了，那么后面让自杀小队关闭幻塔的又是谁呢？这不会是卡尔帕的命令，因为这个命令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好处。让我们回到主角刚进入隔网的时候，这时候隔网是什么？隔网是一个虚拟的数据世界，它的死活和现实有什么干系？没错，这才是另一个授权者抱有的心态。卡尔帕不会在乎弑神者的死活，不会在乎隔网世界会怎么样，他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，也就是找到完美授权者源码。所以自杀小队前期的行动是符合逻辑的，但后期关闭幻塔就匪夷所思了，因为这件事应该是隔网中的弑神者应该做的。你可能会问，也许是因为一直找不到线索，所以就放弃了呢？还是之前的答案，卡尔帕只是把隔网中的弑神者当作工具，工具是不需要自己思想的，只需要听从命令就可以了。倘若这条命令真的是卡尔帕发出的，那后果可能是利用皮平的虹膜认证打开最后一道门，自杀小队成功关闭了全球幻塔，第2次回溯行动取消。那么卡尔帕的目的呢？他甚至可能都无法前往底层，这是自己给自己制造障碍吗？是不是有些晕了？别急，这才刚刚开始。从之前的推测，我们能得出关闭幻塔的命令大概率不是卡尔帕发出的，但寻找完美授权者的线索却是他命令的。让我们来看一下蓝色星球组织的名单，只有6人，缺少了修士。6人分别是3男3女。代行者艾罗特是蓝色星球的创建者，在沃
卧底行动中，是克劳迪亚提供的终端打开了办公室的门，在不考虑多钥匙的情况下，基本可以认定艾罗特已经被联邦抓获。一人是休德尔股东，从会议的发言来看，这个人经常无能狂怒，难堪大任。然后还剩下一个男性，代号炼金术士，幻塔科学家，40岁。女性方面，学士已经暴露了真名，很容易被联邦抓获。智者是智能城的内鬼，他已经潜伏多年。战士是防卫军人，从参加会议来看，并没有进入超空间，所以可能还在逃。为什么要先理清这个？因为我们要知道卡尔帕是谁，被枪杀的人是谁。根据灰狐的黑客解析，修士曾经向我们发送了假信息和参与会议，意味着修士掌握着现实的信息，而卡尔帕就是来自于现实的授权者，所以卡尔帕就是修士。既然他是修士，那么死掉的男性又是谁？3名男性中只剩下炼金术士，他的身份是幻塔科学家。在艾罗特创办蓝色星球组织时，有过一段日记。事情发生在2661年，艾罗特的家人变为异化人，他求助联邦无果，还被封杀他的社交账号。就在这时，有海加德的科学家联系他，并需要资金支持他的研究。这里的研究可能便是抑制器，这样我们就知道了研究抑制器的人是炼金术士，所以死者穿海加德的服装和有着抑制器报告都是符合逻辑的。至于死者的长相不像40岁，那你可以看批评，他长得像53岁吗？这样卡尔帕是修士，死掉的是炼金术士，是不是一切都合理了？才怪！卡尔帕是修士有着一个致命的 bug， 他是如何监视主角的？作为一名文员，能知道阿斯拉达的行动也不无可能，但可以准确的在与主角见面的时候发来伪装的通讯，这就很不对劲了。难道他也开了上帝视角？这里需要注意，不管是主角还是卡尔帕，他们在隔网中必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才能不被防火墙发现，所以开上帝视角是不存在的。能监视到主角，说明确实是通过隔网里的手段获取信息，而这一切都绕不开一个酒吧老板，没错，就是巴格斯。在卧底蓝色星球总部，小峰有一期解析还没来得及发，当时的卧底行动同样被巴格斯知晓，而且不止如此，在阿斯拉达埋伏主角的时候，也必须有人给他通风报信，这个人同样可能是安排诺拉和安可藏身的巴格斯。巴格斯只说了星岛大厦，我花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找到你们。你先跟我说说，你们是怎么跑到这儿来的？那可是惊险极了！那天我和洛斯林……是巴格斯先生帮的忙。那天阿斯拉达出现在酒馆后，巴格斯先生立刻给安可报了信，所以他才能在 X 小组找到他之前逃走。我则是在你用折月门离开后，和阿斯拉达交手时找了个空隙，骑上摩托跑的。我和安可联络会合后，巴格斯先生说我们的通讯被监控，就安排我们来这里躲避。哇，舞台搭好很久了，总算等到几位主角登场。为什么都快到结局了，小峰还抓着巴格斯不放呢？因为不要忘了最初的推测，这个人很可能是主角身边的人，而卡尔帕显然并不满足条件，这样就产生了2个可能。第一个可能，巴格斯同样是来自于现实的人，进入隔网的人并非1个，而是有2个。第二个可能，巴格斯与卡尔帕是合作的关系，他为卡尔帕做事，提供关于主角的信息。第一个可能是比较小的，这意味着海加德很无能，连情报都可能有问题，以后是真的不值得相信了。不过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危机依旧没有解除，主角只是解决了1个麻烦，而现在完美授权者的信息是真的出现了。倘若还有1个敌人，那必然又是一场腥风血雨。第2个可能性就大一些，巴格斯是地下皇帝，提供信息与多方合作都是有可能的，这也恰恰因为他是地下皇帝，能与他合作需要给出怎样的代价呢？而且如果他是合作者，那他是否也是弑神者的一员呢？别忘了会议上同样出现过他的身影，倘若他是弑神者，又是哪一位呢？从名单来看，空余的位置只有修士了，这样就出现了新的可能性。进入隔网的另一名敌方授权者是卡尔帕，他扮演的并不是弑神者的一员，而是联邦文员卡尔帕以及隔网中的主。从格索托斯口中我们已经知道了，隔网中的裂空体就是现实世界的病毒，这种病毒是现实的弑神者带来的，所以隔网中的主并不是现实中的主，而是现实中的弑神者。卡尔帕在进入隔网后，以神的身份向弑神者下达命令，修士监视主角同样是其中的一环，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要塞级裂空体会有弑神者的标志，为什么裂空被控制后眼中同样是弑神者的标志，因为裂空体背后的主就是现实中的弑神者。在弑神者会议中提到了等待主的命令，而这个命令就是寻找完美授权者的线索，所以自杀小队入侵智能城后才会没有第一时间关闭幻塔。这还解释了最初的疑问，为什么卡尔帕不和自杀小队一起行动？因为他不能，他的身份是弑神者的主，这个身份注定是不能见光的。他在利用完弑神者后果断将其抛弃，但唯一没想到的是一个指令，修士命令
自杀小队去关闭幻塔。倘若皮平不是拼死抵抗，所有人的谋划都将成为空想。修士才是整个计划中最强的幕后之人，也无愧 Bugs 之名。当然，后面的这些都是猜测，目前缺乏实证。但是这条猜想却能解释从隔网版本以来的各种疑惑。当格索托斯将第2次回溯更换为数据备份开始，隔网世界就只会是人类与人类叛徒之间的博弈，所以博弈中的位置都必须有人一一去对应。是不是有些看晕了？晕就对了。弑神者刚开完会，主角就去卧底了，接着弑神者就被捣毁了，只剩下一支自杀小队。然后主角刚去了智能城，自杀小队也全灭了，就像主角怀疑的一样，这一切都太过顺利了，这便是最大的不合理。欢迎来到魂系塔学系列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